西洋战区已在4阶海兽攻击下摧毁，区域内国家已覆灭。东营战区已被摧毁，进入覆灭倒计时。这里是华夏军区最高指挥部，请所有觉醒者前往最终防线参与战斗。华夏面临生死危机，华夏与诸军共存亡。引爆核弹吧，首长！让3阶觉醒者携带最大容量弹头，和他们同归于尽。就算是死，我们也要有尊严的死去。再等等，等杨无敌突围，我们就还有希望。差一点，就差一点啊！诸位，我是华夏战区最高指挥官楚天。在15分钟前，华夏战区唯一神级天赋者杨无敌已经战死。最终防线全面失守。在3分钟前，我们已派出最后的力量，携带核弹头，向别一体大军发起最后的总攻。这也是我们对人类世界最后的贡献。曾经我们有希望举国供养出一名4阶强者，拯救一切，但因为一些错误的决定，我们浪费了宝贵的时间，也断绝了人类最后的希望。如果再有一次机会，我愿意以死来弥补我们犯下的错误。最后，愿人类永存。监牢墙角，杨无敌吃力地睁开眼，头疼欲裂。我不是死了吗？首都被尸潮攻破后，自己不是战死了吗？快看，他醒了，是丧尸化还是怎么回事？我们要不要直接杀了他？什么丧尸化？他有没有感染病毒？你还不清楚吗？不待杨无敌回神，2声沉闷的惊讶声从监牢外响起。只见2名端着突击步枪的士兵面色不善地盯着他。杨无敌踉跄站起身子，瞳孔骤然收缩，大量记忆瞬间涌入脑海。监牢，61年11月6日，自己重生回3年前，也就是参加天赋测试那天。来不及回忆更多，监牢外的士兵意识到杨无敌醒来后对视一眼，其中一人有些迟疑的低声开口：“怎么办？他好像真的醒了。有人要他参加不了测试，但外面可正测试呢。待会他要是闹起来，我们承担不起啊！”那就杀了吧。钱已经收了，一个废物死了就说尸变。2人将牢门打开，将枪口瞄准过去，准备扣动扳机。角落里，刚站起身的杨无敌目光一冷，重生有着前世阅历的他，瞬间从2人的对话中捕捉到关键信息。我前世昏迷，竟然是被人做了手脚。1年后灾变爆发，我所在的安全区覆灭，妹妹和母亲接连惨死在尸口之下。此后3年颠沛流离，直到逃至首都后，才被人意外发现自己拥有神级天赋。一想到自己明明拥有最强的天赋，能挽救华夏成为最强，但却因为被人耽误了最宝贵的时间，一切努力白费。一瞬间，杨无敌只觉得一股满是杀意的怒火在心中奔涌。想杀我？做梦！下一秒，不待对方做出任何反应，杨无敌毫不犹豫，直接爆发出全身力量，侧身撞向最近的士兵面前，夺枪、开枪，一气呵成。0.3秒内战斗结束。上一世错过的测试，竟是被人有意为之。他会是谁？先不管了。当务之急是先测试再说，我不可能再错过测试了。距离最终灾变爆发只有3年，时间不能再耽误了。下定决心后，杨无敌直接跑到测试广场。然而，正当他准备冲进不远处的广场参加测试时，一声冰冷的机械音突然响起：“末日剑神系统已绑定，绑定者杨无敌，请绑定者在30分钟后触摸测试水晶，解锁系统功能。未接触下，本系统将在30分后消失。激活系统后，你的任何剑类技能都会下获得100倍提升，强化为金鸡剑技。倒计时29分59秒。系统现在出现了，不过怎么是剑神系统？不应该是末日系统吗？自从1个世纪前末日爆发后，从天而降的系统变成了人类抵抗怪物的力量源泉。正常情况下，每个幸存者只会在觉醒后获得末日系统，就如同游戏一般。一时间，杨无敌不禁有些意外于自己身上的全新系统。是因为重生改变了这些吗？无所谓了，只要是能让我变强的力量，什么都可以。不远处，几名持枪警戒的士兵显然刚刚已经听到了沉闷的枪声，正在向杨无敌的方位赶来。怎么办？难道要杀进去？在没有开启天赋前，光靠一把突击步枪也不可能靠着血肉之躯对抗部队。那么唯一最优解，便是就近挟持一名有身份者，逼他带自己冲过去。什么人？放下武器，举起双手。下一秒，杨无敌像闪电一样夺过领头人的手枪，枪口抵住领头小队长太阳穴。冰冷的枪口顿时激得男人浑身一震。放开我们队长，你不要乱来！攻击安全区军方可是死罪。杨无敌懒得理会那些慌张的士兵，他微微低头，直接开口：“带我进测试广场，3秒钟考虑，超过时间你一定会死。”如果我没看错，你没有任何觉醒者血脉，
只是普通人。你就算进去了，测试结束后大概也是普通人。这位学员，也许你身上有什么误会，我们好好谈一谈。杨无敌微微用力，刹那间，一股窒息感男人瞬间服软。小子，你最好赌你能觉醒。不过，你就算成了觉醒者，你也难逃一死。测试广场，偌大的第三军事学院内，2000余名学员整齐划一地站成2大方阵等待测试。主席台上，10名高层代表中，一名中年觉醒者如同俯瞰蝼蚁一般环视一圈。成则成为战斗系觉醒者守护一方，失败则脱离这里平庸一生。现在由觉醒者后裔优先开始测试。001号混血裔韩刚，天赋等级D级，适合职业力量系战士。117号混血裔赵田，天赋等级D级，适合职业敏捷系射手。诸位，今年的测试很一般，截至到现在只有3名 C 级，26名 D 级，比起去年质量几乎没有变化。觉醒者之间通婚诞生的后代，血脉只能提纯到这种程度了，也不知道这种质量该怎么选出精锐种子。上面发话要选出天赋优异者，然后送入首都，由3阶亲自培养。也不知道我们安全区能不能找到一个合格的种子。找不到就找不到吧，但从今天起，我们安全区也不会再浪费资源了。上面的命令已经下来了，普通人参加测试将不再享有特权。话音刚落，广场入口处一片惊乱声打断了他的话。全体注意，有感染者挟持人质，冲进测试场地。一瞬间，只见成千上万双目光中，一名少年正挟持着一名官兵，缓缓从入口处走来。快看，那是杨无敌，他在干什么？天啊！放下武器，放弃抵抗！疑似感染者学员，你挟持军事人员，已经触犯了安全区条例。再不放弃抵抗，我们将采取强制措施。我没有感染，是有人污蔑我。感染者最多半个小时内就会转变成丧尸。我从关押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个小时，所以是有人陷害我。不管你有没有感染还是被诬陷，你现在的所作所为已经严重违反了安全区条例。我告诉你，不要以为挟持人质就能怎样。现在放人，你至少还能死得痛快点。话音刚落，杨无敌毫不意外高层的表现，只见他直接丢下手中的手枪，神色平静的飞快开口：我是来参加测试的。根据安全区第137条条例，觉醒者享有条例优待，哪怕是死罪违反军令，但只要贡献足够就能抵消。主席台上，原本还不在意什么的几名高层闻言一愣，片刻后脸色一阵诡异。贡献成为觉醒者，安全区的确有这条条例，但你知不知道所需贡献是什么？不要说你一个小小的学员了，就算杀了一头2阶变异体，也未必换得来足够的贡献。一旁，柳如烟副队长上下打量了杨无敌一眼，感受着杨无敌身上毫无觉醒者血脉气息后，副队长忍不住讥讽过去：你以为你能测出什么天赋？不要说你能不能成为觉醒者了，就算成了，以你现在犯下的罪名，也只能成为战囚。杨无敌目光直直地看向主席台，开口说道：让我测试，对于你们来说没有任何损失。如果测试失败，我没有表现出足够优秀的天赋，那我自愿成为实验体。本以为是一场闹剧的众人愣愣地听着杨无敌最后的话，不少人眼中瞬间闪过一抹吃惊之色。哦哟，自愿成为实验体，那可是比死还要可怕的刑罚哦。所有人都知道，为了测试病毒的感染性，军方一直在实验病毒，在传言中一直拿死刑犯充当的实验体，在残忍的实验中往往生不如死，被折磨得不成人形。不少犯下了重刑的囚徒，甚至为了避免成为实验体，会想尽一切办法在那之前自杀。队伍中，一名教官模样的觉醒者眼中一片焦急，他忍不住出声向主席台解释求情。廖主席，杨无敌原先是我们学员中最出色的学员，我相信他只是一时冲动，请您。话未说完，主席台上，廖天直接打断了教官，看向杨无敌：自愿成为实验体吗？你胆子倒是挺大，你在赌你测试出的天赋很好，以为我们会看在你有天赋的份上饶过你，可笑至极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应该是杀了守卫逃出来的。深深地看了一眼杨无敌后，廖天出乎众人意料，话锋一转：好，我给你测试的机会，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上面的政策已经更改，接下来的普通学员在测试时不再享有药剂保护，也就是说，你大概率会死在测试环节中。话音落下，全场还未测试的普通学员闻言一惊，不少人一时间难以接受这个事实。没有药剂保护，那不就是赌命吗？另一旁，几名高层觉醒者微微诧异地看了一眼廖天。廖主席，为什么还要让他参加？您不会觉得这小子真有天赋吧？一个普通人，纯粹就是在浪费我们时间。廖天微微摇头，然后轻笑一声：上面政策改变，不愿意在普通人身上浪费资源，正好他杨无敌跳出来，说什么也要测试。那既然要死，不如让他死在测试中，也算是给这些普通人一个警示。
所有普通人都已经不再测试了，因为没有药剂保护，那就是妥妥的送死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编号769杨无敌申请测试。队伍一侧，原本负责带队杨无敌的教导员闻声一愣，下意识想劝说出声。杨无敌，这次测试的危险太大了，我知道你的事里面肯定有问题，等测试结束后，我们会向高层反映清楚，还你一个清白。杨无敌没有理会张教导，大步上前。这一世，一切来不及的命运都将在此刻彻底改写。他将手放在水晶上，瞬间，一抹耀眼的光芒在众人眼中骤然绽放。主席台上，廖天微微一愣，看着亮起的光芒，那白色的光芒一时间让他判断不出究竟是什么等级。不仅如此，那股光芒似乎还在不断增强。这小子不会真的有高级天赋吧？而在杨无敌耳中，一声声冰冷的提示音也在飞快的刷新。当前天赋 C 级，当前天赋 B 级，当前天赋 A 级。他到底是什么天赋？为什么还没结束？就在这时，主席台上3名教官像是想到了什么，语速飞快的吼向警卫员：全员警戒！测试广场附近所有部队进入 SSS 级战斗状态。廖天几人目光火热中满是紧张，作为知晓测试中绝不能打断的他们，此时竟在杨无敌变态的表现下，害怕其有人打断测试。下达警戒命令后，最为激动的一名安全区高层更是直接冲向杨无敌身旁，干脆自己保护起来。冲啊！再强一点，一定要是 S 级天赋。在杨无敌持续测试的时间里，整个天风安全区仿佛都随他而动。我现在在他们眼里只是 S 级，等待会自己真实的天赋出现后，相信整个天风安全区才会真正的意识到我杨无敌究竟意味着什么。在万众紧张的目光中，如同星辰一般的测试水晶终于在无数惊叹中再次爆发出耀眼的光芒。与此同时，一声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：当前等级 S 级。主席台上，作为军事委员会代表2阶觉醒者廖天，此时浑身猛然颤了一下，心中的震撼之情此时再也克制不住，直接在脸上流露。他张着嘴有些失神的喃喃自语：S 级竟然真的是 S 级，这怎么可能？全员警戒，立即上报天风统领，上报上级军区。S 级，我们天风安全区出了一个 S 级甚至 S 级以上的觉醒者。另一头，距离杨无敌最近，最先意识到要保护杨无敌的纯血高层，此时只觉得心中被浓浓的狂喜充满。就在刚才，他在看到代表 S 级的光芒亮起后，差点没叫出声，死死地压抑着心中的狂喜。他索性飞快地联系起军方高层，眼中带着凝重。天风军部上校，黄烈申请出动最高警戒，我们这里出现了一名纯血 S 级，请尽快支援，防止发生意外。大队士兵包围的测试广场外，一名急忙赶来的军方高层愣愣地站了。就在10几秒前，他就莫名其妙地接到了1级戒备。刚想里面的人是不是大题小做时，他便看到了冲天光柱。他深知那光柱意味着什么后，他索性直接越级联系起天风指挥部，大声吼去：天风2分部指挥官方海，请求支援，请立刻出动灵能战机对周边领空进行军事巡逻，防止意外，请求地面装甲部队出城戒备，防止变异体袭击。所有前往广场路线非军方全部禁止通行，封锁上部空。天风安全区，在一声声刺耳的警报声拉响后，4架超音速灵能战机直接紧急起飞，向天风四周飞去。他为什么测试还不停下？测试已经持续了6分钟了，不会还能提升吧？现在都已经 S 级了。时间一点一滴流逝，然而就在这时，全体安全区高层猛然抬头，其中不少人一眼便认出了下冲的黑影。大统领，大统领来了！来人正是天风军区最高指挥官3阶觉醒者萧海。情况怎么样哦？萧统领，之前跟您说的就是杨无敌，男，普通学员，年龄18岁，6分钟前测试结果 A 级，4分钟前 S 级，现在疑似冲击 SS 级，因为我们测试水晶等级较低，现在还不确定他到底是什么等级天赋。竟然还在测试，真不错啊！不过我在来的路上听说测试广场之前发生过冲突，有人报告称这孩子是挟持1名觉醒者强行参加测试的，有没有这回事？回大统领，之前确实有发生过冲突，但是误会。在下在看到杨无敌后，一眼便看出此子不同寻常，表现得异常冷静。在确认他不是感染者后，便毫不犹豫让他参加测试。我当时也是想，这孩子以前训练表现也好，说不定就是个人才。话音刚落，大统领萧海只觉眼前一抹亮光爆闪，一道耀眼的光芒直冲云霄。测试结束，测试等级 SS 级。SS 级呀，真的是 SS 级，整个华夏战区加起来都不超过10位。萧海带着笑意，在万众瞩目中，直接来到杨无敌的身旁，面带微笑。杨无敌同学，恭喜你测出 SS 级天赋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奖励？本座一定满足你。你的情况我已上报给战区高层，相信很快就会有真正的大人物知道你的情况。说罢，
萧海心情极好的看着眼前的少年，只是仔细注视下，却意外的发现杨无敌神色中似乎带着一丝不满和疑惑。不知为何，他总感觉杨无敌那神情背后，仿佛还有些不满自己测出的天赋。杨无敌，大统领在和你说话呢。几名安全区高层惊慌的看着依旧沉默的杨无敌，不少人干脆紧张的喊出声，试图唤醒他。1秒后，杨无敌这才仿佛回神一般，无声的点了点头，算是回应。我明明记得自己的天赋是 SSS 级，也是人类最高等级，为什么只测出 SS 级天赋？我知道了，是这里的测试水晶已经到了承载的极限。看着那一张张激动的脸，犹豫片刻后，杨无敌压下了再重新让人测试一番的冲动，想测出他的真正天赋，怕不是要从大型战区中调一块好点的测试水晶过来才行。不过 SS 级的影响力也勉强够用了。系统面板，随着杨无敌轻声默念，2道系统面板同时出现。杨无敌无视了最初的末日系统，直接将目光投向剑神系统。剑神系统正在加载，绑定者杨无敌，当前效果提升技能威力10000%，并在学习任意见习技能后，将该技能无条件强化至 SSS 级。附加效果1，解锁全属性上限，你可以将任意属性同时提升至最大值，不再受到天赋限制。附加效果2，你的所有技能每过48小时便可无消耗使用一次，等级不限。当前任务学习任意剑技，任务内容请尽快学习一项技能，任务奖励自由属性点+4。警告，禁止向外界透露本系统信息，违反者抹杀。 SSS 级技能，杨无敌不禁苦笑一声，心里竟莫名升起一股酸楚。前世就算他被首都发现，举国之力培养后，整个首都战区也只是堪堪为他凑出2个 S 级和1个 A 级技能，但现在竟然随便什么技能都能强化成 SSS 级。一时间，杨无敌差点按捺不住心中的冲动，恨不得立刻找来一个技能学习来试试效果。杨无敌同学，是不是刚成为觉醒者很不适应？没关系，肖叔叔当年和你也是一样，感觉就像做梦一样，愣了好久呢。你看，测试已经结束了，不如去肖叔叔那里坐一坐，聊聊天。几句简单解释后，萧海便大步带着杨无敌离开测试广场，而此时还留在广场上的大批学员，无不羡慕地望着杨无敌离去的背影。萧统领真是平易近人啊，我还以为3阶强者都会很凶呢。话音刚落，一名测出 B 级天赋的学员冷笑一声，颇为酸楚地开口反驳：“你想多了，萧统领好说话，那是因为杨无敌觉醒了 SS 级天赋，你怕是不知道。前段时间安全区有人走私食物，整个部门带伤队，整整43人，全部被萧统领亲手击杀，一个活口都没留下。”就在这时，一直沉默的廖天突然出声：“传我命令，封锁测试广场，所有学员安防部门和监察部一律不得外出。”安全区高层中，一名2阶觉醒者诧异地看着廖天，下意识脱口而出：“廖代表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测试结束了，剩下的学员也该回去了。”干什么？你们是不是不记得杨无敌怎么闯进来了？还是忘了他说了什么？你们觉得杨无敌若是待会和萧统领提上一句有人要害他，在座的各位有想过后果吗？没错，一旦杨无敌提起这件事，萧海绝对会帮他找到罪魁祸首。一个 SS 级的种子被人害得差点出事，他们谁都担不起这个责任。天风战略指挥部的会议室内，萧海面带微笑地看着对座上的杨无敌，停顿片刻后，缓缓开口：“首先是关于你天赋能力的问题。我知道每个觉醒者的天赋能力都很重要，一般情况下需要尽量保密。但作为军方，我肯定是希望你能加入我们。这一点上，希望你能提供一部分信息。”杨无敌短暂的迟疑后回答道：“我觉醒的是精神系，效果是意志增强。剑神系统赋予的天赋没有办法说，那他只能选择说出自己原本的系统天赋。”萧海挥手示意身后的参谋长将信息更新后，也没多说什么，脸上闪过淡淡的可惜。精神系的话比较罕见，肖叔叔也不太熟悉，你的情况可能要首都那边知晓后再给你意见了。停顿片刻，萧海笑了笑：“不谈这个了。另一件事就是种子计划，杨无敌，你的情况我已经上报到计划当中，而且是第1人选。只要高层核实通过，到时候会有专门的3阶为你指导，物资装备也会向你倾斜，级别待遇也会定在副军级。”杨无敌点了点头。这时他的脸上也不禁舒缓一些，露出一抹笑容。自己前世被浪费的时间终于得以弥补，想要成为4阶拯救一切，光靠个人的能力显然是不现实的。4阶需要的海量物资，需要一整个国家支持。相信自己到了首都战区重测天赋后，待遇只会更好。萧统领，我能提前预支物资吗？我想先支取1本技能书，
杨无敌有些紧张地看向萧海，装作对觉醒者能力很是好奇的样子。技能，杨无敌，你可能刚成为觉醒者，还不清楚技能的重要性。不是说舍不得给你技能书，而是天赋一定要和技能对应上，这样才能发挥最大战力。况且你的技能肯定是首都那边为你搭配的。听到萧海劝说，杨无敌心中暗叹口气，思索片刻后还是再次开口：萧叔叔，我个人还是比较好奇技能的，你看这样行吗？从我的待遇中扣除一部分，我只是看看，你看可以吗？杨无敌不愿放弃，先拿到技能再说。对于自己的剑神系统，他实在太想测试一番。萧海看杨无敌如此坚持，犹豫片刻后迟疑回道：那行，你想要什么种类的？不过叔叔还是提醒你一句，你的技能最好等一等再学，不然浪费了每节2个的技能栏，肯定会对你日后发展有影响。杨无敌点了点头，再次强调自己只是好奇后，毫不迟疑地开口：剑技类的，什么级别都行。萧海面色有些古怪地看了一眼杨无敌，只是也没多说。在他心中，杨无敌也许是小孩子天性，一时间忍不住想看看。他微微点头，唤来手下去直接调来一本剑技类技能书，尽量挑选等级最高的。几分钟后，在杨无敌有些紧张中，一本 C 级技能书被取来。萧统领，我们物资储备中剑技类技能并不算多，我手里这本已经是等级最高的了。杨无敌接过技能书，随着一声系统提示后，心中一震，获得4级技能突刺，类型剑气，力量敏捷系通用。想要的东西拿到手后，杨无敌也不矫情，感谢一声便再次开口：萧统领，如果没有别的事的话，我想回去一趟。另外，我被阻碍参加不了测试这件事，也希望你能查一查。好小子，要了东西就跑！要知道，你能和一名3阶接触，放在外面可是天大的荣幸。犹豫片刻，萧海神色一正地回答道：被阻碍参加测试吗？没问题，萧叔叔会给你个交代的。来人，去调遣几名精锐战士跟着杨无敌，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。有什么事直接越级通报联系我。几分钟后，看着杨无敌在2名全副武装的觉醒者战士护送下走出会议室，萧海脸上的笑容陡然消失，转而带上一股威严之色。去查一下杨无敌的背景和资料，还有关于杨无敌被人阻碍不能参加测试这件事，24小时之内我要看到报告。无论牵扯到什么人，全部给我抓起来再说。一旁，指挥部参谋官忍不住低声问去：萧统领，杨无敌大概率是会被调往首都军区的，您这样示好也没有多大意义啊。示好没有意义，你们太低估 SS 级天赋到底意味着什么。先锋安全区第6聚集地，这里是普通幸存者生活的地方，也是他前世的家。压下心头的激动，杨无敌深吸一口气，直接大步走向熟悉的街道。小妹，母亲，我回来了。一处破烂不堪的房屋内，一名看上去身材瘦弱，只有13、14岁的小女孩，正蹲在一张小桌前，小心地组装起电路板。一天连续工作14个小时下，本就营养不良的少女，此时双手都有些发颤。再装好40个就能换个饼子了。像是自我打气一般，一阵咕咕的饥饿声从肚子里传来。强忍着饥饿和疲惫，女孩在组装好手中的电路板后，脸上露出一抹勉强的笑容。39个了，也不知道哥哥那边怎么样了。作为末日后出生的孩子，每一个像他这种家庭的普通人，哪怕再小，也要早早的工作干活，赚取微薄的食物。为了供养杨无敌参加训练成为觉醒者，他和母亲省吃俭用，硬是从牙缝中凑出钱来，只为杨无敌那边过得好一些。少女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子，准备活动一下酸楚的腿脚。捂着肚子，她忍不住看了一眼屋中挂着的几张面饼，咽了咽口水。好饿呀，但是不可以吃。小小的脑袋急忙转过去，不敢再看。哥哥马上就要成为觉醒者了，到时候外出参加任务，肯定需要买很多东西吧？钱和吃的要省下来。就在这时，一阵轻轻的敲门声突然响起，女孩目光一惊，下意识警惕开口：谁？片刻后，简易的铁皮门外，一声微微发颤的声音响起：杨小小，是我，哥哥。门外，杨无敌看着熟悉而又陌生的铁门，有些克制不住自己心头的颤抖。小门飞快地打开，一双明亮带着不可置信的双眼愣愣地看着门外的杨无敌。片刻后，哇的一声，杨小小看清那张脸后，忍不住激动地大哭起来。哥，你回来了！一把抱住杨无敌，女孩只觉得往日的委屈和心酸，此时全部化作泪水，止不住地流下。此时的她只觉得自己不再是没有哥哥的孩子，不再孤苦伶仃，死死地抱着杨无敌不放，瘦小的身子忍不住地发颤。哥，你是怎么出来的？杨无敌忍不住摸了摸妹妹的小脑袋后，挤出笑容，蹲下身子。当然是训练结束了呀，哥哥已经参加完测试了。门外，几名就住在附近的幸存者听到了杨小小的哭声，
不少人好奇地探头出来查看。在看到杨无敌后，几名知晓他是参加觉醒训练的中年人猛然一愣，片刻后叽叽喳喳地讨论起来。杨无敌怎么今天回来了？不是说今天是觉醒测试吗？喂，杨家小子，你成为觉醒者了吗？应该没有吧，我家小子还没回来。要是通过了测试，那我家的也该回来了。声声嘈杂的讨论中，被抱在怀里的小小像是想到了什么，身子猛然一颤，他下意识地抬起头看向杨无敌。哥，你是不是？想到杨无敌的确这么早回来，那怕不是像外人口中说的那样，没测出天赋被赶回来了。生怕刺激到杨无敌的自尊心，小小下意识地将那句话堵在口中，不敢继续问下去。哟，杨无敌回来了。只见一对赤裸着上身、手持短棍的手下中，一名穿着干净的中年妇女面无表情地喊住了他，目光不屑地打量了一眼杨无敌后，女人嗤笑一声：这么早回来，看样子是没成为觉醒者喽。不过回来了也好，你们的水费该交一下了，欠了2个月，6块饼子，这钱你怎么给？杨小小闻声一惊，像是小大人一般，鼓起勇气后便向中年女人争辩起来。水是合理的，都是我一桶一桶提过来的，我们没用你的水。中年老壁灯冷笑一声，丝毫不在意杨小小的反驳，只是神情高傲地呵斥过去。合理的，我告诉你，合理的也算我们提供的，管你从哪弄的，这钱你们要么现在交，要么我们动手拿，不然……中年女人满脸冷意地看向杨无敌，对于这户人家她早就盯上了，家里没有成年男性当顶梁柱，只有孤儿寡母。要不是以往忌惮杨无敌还在训练营中，出来后说不定是觉醒者，他早就带人吞掉。前世自己从训练营出来后，这个女人也是这般，害得他和母亲差点连最后的住所都没有。瞬间，杨无敌杀意升腾，新仇旧恨之下，他眼底满是冰寒。欠款，还你东西。看着杨无敌的目光，中年女人嗤笑一声后，满不在乎的挥手。怎么，你还想赖账？看你这意思是还想反抗？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来人，给我废了他的双腿！只见杨无敌冷笑一声，毫不犹豫地直接按下手中的通讯器。下一秒，2道速度极快的人影瞬间出现在杨无敌身前，浑身气息摄人。突然出现的精锐战士瞬间吓呆了刚准备动手的一帮壮汉。身穿军装，这是军部的觉醒者。军部觉醒者怎么会出现在他们这里？不待众人有任何反应，只见杨无敌面无表情对着保卫自己的觉醒者淡然出声：黄队长，帮我个忙。拱手复命，被称为黄队长的2阶觉醒者丝毫不在意周围目光，直接恭敬地向杨无敌请示。您说。下一秒，杨无敌随手指向中年女人，淡然开口：杀了他。1秒后，只见接到命令的黄潇毫不犹豫地点头复命，骤然一拳轰出，原本还趾高气昂的中年妇女，瞬间便被轰成了英雄碎片。刹那间，刚回过神的众人脸上满是惊惧，眼中满是不可思议之色。杀人了，就这样杀了！惊叫一声，原本凶神恶煞的几名纹身男回过神后，刚准备跑，砰砰2声化成了英雄碎片。杨无敌阁下，这里还有2名活口，请问还有什么要做的吗？求求您放过我，求求您啊！我错了，我们错了。杨无敌看着跪倒在自己面前的几人，眼中没有丝毫怜悯。别看这些人现在哭得这么惨，但他们折磨起普通人时，可也没手软过。杨无敌面带微笑，语气温和的轻声开口：黄队长，麻烦你都杀了吧，斩草要除根。对于有可能伤害到自己家人的杂碎，我的字典里没有手软2字。解决2人后，黄潇便面无表情地收回拳头，他挤出一抹笑容，依旧还是恭敬的态度看向杨无敌。您还有什么吩咐吗？黄潇目光中带着微微的惊讶和意思。虽然末日后杀个人并不算什么事，尤其杀的还是这种垃圾货色，但杨无敌的果决和狠辣，还是带给他不小的震动。如此行事，实在不太像这个年纪。而杨无敌看着明显想教好自己的黄潇后，索性再次开口：那就麻烦您帮我通知下我母亲吧，她应该在火药厂，麻烦您告诉她我回来了。没问题，您客气了。挺直腰板，黄潇躬身回复后，直接神情肃穆地按向肩上的通讯器。3级指令，通知火药厂最近部队派人去请回杨无敌阁下的母亲，注意，一定要保证安全。围观的人群一惊，不少人满眼匪夷所思地看着杨无敌的家门。待护卫队撤走后，一声震惊的讨论响起。军部这些人为什么要这么尊敬他？我的天哪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简陋的房屋内，杨无敌带着几分期待，深吸一口气，直接将技能书学习。短暂的安静后，系统提示瞬间响起：我觉醒了 SS 级精神系天赋，却被军区大佬误认为垃圾，只因精神系天赋没有任何人突破至3阶。闻言听到此消息，笑，因为我的底牌根本不是 SS 级天赋，而是可以将任何垃圾剑技都能提升至10000倍的剑神系统。任务完成，获得4点自由属性，检测到 C 级技能突刺。一瞬间，一股耀眼的光芒在识海中绽放。1秒后，剑神系统的提示音再次响起：
技能提升成功。剑技突刺已强化为 SSS 级技能，剑流风暴。剑流风暴消耗4500点灵能后，召唤剑气洪流，并在极短时间内对目标区域造成毁灭性打击。该技能附带超速、破甲、摧毁、切割、分解等特性。注意，该技能破坏力已由当前阶位提升10000倍，请谨慎使用。片刻后，杨无敌看着技能使用要求，目光闪动。使用一次就需要4500点灵能，消耗也够恐怖的。好在我天赋特性中，每48小时可以任意使用一次技能，不然我怀疑我就算被抽干了，也用不了一次。以他灵阶15点意志为例，体内灵能储备大概为1500点，晋升到1阶初级，最高意志20点，灵能2000点；2阶30点意志，灵能3000点。也就是说，在没有装备加成下，他理论上到3阶中级才能勉强使用一次技能。算了，不管那么多了，等首都那边确定下来自己种子的身份后，先一口气升级到2阶，到时候随便找个借口解释自己实际战力就好。几分钟后，正当杨无敌还在不断思考着自己接下来的路时，门外一阵嘈杂的脚步声突然响起。一声惊喜带着激动的女声从门外传来，浑身一僵，杨无敌下意识看向铁门，瞬间便意识到门外的声音便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次日早晨，杨无敌阁下，您是打算前往测试副本一趟？没错，黄队长，我想实战一番。杨无敌带着一抹笑意，淡淡解释过去，装作对自己觉醒后实力很好奇的样子。看着杨无敌这副表现，黄潇倒也没多想，只是好心出声。杨无敌阁下，您想实战一番的心思我可以理解，虽然我不太了解精神系觉醒者能力具体怎样，但一般来说，力量和敏捷属性的觉醒者在初期的战斗力会更强一些。如果到时候测试效果不理想，您也不用气馁，毕竟您现在还没掌握什么技能，实际战力也只能靠基础属性。半个小时后，杨无敌便将目光投向一座巨大的高塔。到了，就是这里，测试副本。所谓测试副本，便是人类方在末世后研究多年，模拟野外副本的功能设施。在进入测试副本后，可以几乎1比1的模拟末日中的副本，提高实战经验。只不过相比于末日后自然出现的副本，人类所建造的测试副本中，如果遭遇致命危险可以随时退出，大大提升了安全性，因此也备受低阶觉醒者青睐。杨无敌在2名精锐战士的保护下直接奔向副本入口，不少刚准备进入副本的觉醒者在听到一阵脚步声后，下意识将目光投向杨无敌。这人什么来头？无视一众猜测的目光，杨无敌直接奔到副本引导员台前。帮我开一个低级副本，什么类型的都行。闻声一愣，负责接待的引导员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杨无敌身后跟随的2名觉醒者，不敢怠慢，一枚开启令牌便直接交到杨无敌手里。拿到开启令牌，杨无敌对着身后的黄潇微微点头，便毫不犹豫地开启副本。下一秒，他的身影便瞬间消失在原地。进入测试副本，当前场景：城市，危险难度低。杨无敌缓缓睁开眼，只见随着声音的响动，一头浑身满是暗红色血渍的变异体猛然转头，在嗅到人类的气味后，瞬间嘶吼一声，飞快地冲了过来。看着冲向自己的变异体，杨无敌直接瞅准时机，快速的变步错闪躲开急冲过来的变异体后，手中的战术匕首直接凿向变异体后脑。不过1秒的时间，杨无敌便熟练地干掉了这头变异体。我现在直接去找这个副本里的 BOSS 变异体，拿这些小喽啰测试技能实在太浪费了。2分钟后，车辆撞毁的街道上，杨无敌抬头看向远处的广场，只见变异体数最多的广场上，几乎有着上百头小喽啰在漫无目的的游荡，而最中央处，一头蹲在地标上的庞大变异体，正大口大口地咀嚼着人类的尸体。最后400米，靠近后自己就能测试新技能了。觉醒者想提升等级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完成系统任务，亦或者击杀变异体。而正常情况来说，一头1阶巅峰变异体至少需要3名以上同阶觉醒者才能对付。如果不是仗着技能，只有0阶的杨无敌，哪怕天赋再强，也不敢直面大量小喽啰中的1阶变异体。杨无敌速度极快，凭借着精准的身体控制力，不过1分钟，他便已经来到技能有效范围内，快速调整呼吸节奏。杨无敌果断一脚，狠狠地踹向最近的汽车车门。刹那间，刺耳的汽车警报声呜呜大响，范围内所有的变异体朝着杨无敌飞奔而来。剑流风暴，一股恐怖的威压瞬间出现。3秒后，只见刚刚向杨无敌跑来的所有变异体瞬间消失，而杨无敌也是感到深深的震撼。一击清场，好变态的破坏力，这种恐怖的杀伤力，就算弱一点的2阶巅峰也会被我秒杀吧，甚至3阶猝不及防下也会被自己一击重伤。而我现在不过刚刚0阶，况且我这技能48小时无消耗释放一次，这就意味着每隔2天自己就能爆发一次3阶攻击，媲美3阶觉醒者。有这种底牌在手，那提升等级不跟喝水一样简单。
击杀一阶巅峰变异体，获得5.0能经验，人造副本已扣除50%，获得白色装备迅捷之手。系统提示简单，却看得杨无敌微微一愣。灵能经验少，很正常。人造副本内的经验全部来自于战区提供的灵能石，不如正常副本，他是知道，不然人类方也承担不起消耗。但装备能爆出来。要知道，这类副本大多是给低阶觉醒者用来练习的。不要说装备，可以说除了经验什么都没有。毕竟人造副本内一切物资都是军方自己放进去，能省则省。就在这时，远处吼声传来，杨无敌看了一眼被巨响吸引来的其他区域丧尸后，也不再停留。测试的效果已经达成，再待下去也没意义了。副本入口处，只见杨无敌瞬间出现。从杨无敌进入副本到出来，中间不过7、8分钟。按常理来说，这个时候才刚刚遭遇变异体。一旁台前的引导员也眼神古怪地瞥了一眼杨无敌，看着杨无敌那毫无高强度战斗后的样子，一时间心里不禁升起一股鄙夷。这是进去后看见变异体就吓得退出来了吗？也是，像这种能让军部护送来的青年，基本都是些大人物的后代，养尊处优惯了。沉吟片刻，黄潇看着杨无敌侧脸，像是宽慰一般开口：杨无敌，第一次进入副本表现不好很正常，毕竟你才刚成为觉醒者，什么技能都没学。你像我，哪怕我们是从新兵营出来后就拉去面对变异体，但第一次带人进入副本时，我也吓得够呛。微微抬头，杨无敌有些愕然地看着一脸认真，生怕自己信心被打击到的黄潇，心中不禁有些好笑。感情这位黄队长是把我当作逃兵了。微微摇头，杨无敌也懒得解释什么，只是笑了笑开口：黄队长，麻烦你送我回去吧。顺便问一下萧统领，首都那边大概还要多久确认消息？待两人离去，原本不敢说话的学员们立马交头接耳起来。我的天，你们刚才听到那人说什么了吗？萧统领，他认识萧统。带着几分羡慕和酸楚，几名精挑细选出来的小女生忍不住有些感叹。也不知道是什么身份啊，也没听说军方哪个高层姓杨啊。不过刚才那小子还挺帅的，就是实力差了点。干嘛看上人家了？不过也是，能傍上这种大人物，也不用辛苦赚信用点了。实力差算什么？人家手底下有一堆人保护呢。是啊，早知道刚才多说几句话了。难得碰上这么年轻的大人物。就在这时，一名负责维护副本能源的觉醒者突然从塔内冲了出来，一脸凝重的大声高喊：是谁又派了一阶小队进入副本？不是说了吗？副本是单人的。张哥，没有小队进去啊。再说了，就我们几个在外面，我们可不敢去送人头。没有一个小队进去，那副本里的一阶变异体是怎么死的？连唯一一件装备也被爆了出去。麻辣个 boss 的，总不可能有2阶闲的无聊进去吧？听着维护员急切的话，几名女孩猛然一惊，忍不住互相错愕的对视一眼。刚才进入副本的只有那名青年一个人，除此之外哪里还有其他人？难道说